他们吃他们的，我们吃我们的。林浩决定自己动手，等他们的饭做好，潘元兴还热情地邀请他们一起对付一口。三人齐齐摇头拒绝。林浩倒是借了一口锅，将李刚捡好的虾挑出一部分，再从他们放食材的地方拿了一小块姜。锅洗干净后也不加水，直接把虾就放锅里，切上几片姜片开煮就行，也就10分钟左右，关火揭盖。咱仨中午就对付一下吧。说着，当先挑起一个虾开始剥壳，还别说，这虾看着不大，但肉是真满。尝了一口，他双眼一亮，口感并不比9节虾差，Q弹上稍有不足，但更嫩，鲜度也足，甜甜的。特别是头部的虾膏，口感相当不错，挺好吃的。李刚之前倒是吃过不少，此刻一边烦躁地剥着壳，一边嘀咕道：“味道还行，就是太小，还是大龙虾吃的更过瘾一点。”煮了差不多有个4斤虾，三人就像是嗑瓜子一样，将锅里的磕了个干净。说实话，除了陈雪，2个大男人也只混了个半饱。陈雪心思一动，打开自己的小包，掏出2块士力架，就是给你准备的，你和刚哥一人1块吧。朕心甚慰，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林浩满意的接过，递了1块给李刚，后者看了眼士力架，挠了挠头，心想着，看来自己也得找个女朋友了。潘元兴见他们吃完，赶忙过来：“阿浩，现在起网。”这回他也看出了谁是做主的人。虽说这船是李刚包的，对方也是本地土著，但自从上船之后，好像一直都是这个叫林浩的小伙子拿主意。林浩看了一眼系统提示：“起吧，潘哥，这一网上来后，下一网我们往东绕个圈，跟钓鱼船汇合，差不多就该回了。”虽说一上船，林浩就进入了渔民状态，但他到底还是没忘了，今天主要是来体验的，不必弄到天黑再回去。他还好，就怕张哥他们家里有人晕船，那可就遭罪了。听你的。潘元兴应了一句，又对着船工吼道：“起网！”船工们快速的行动起来，没一会绞盘就传来了滋滋的收网声。听了片刻，林浩微微点头，看来这一网不会比上一网少。潘元兴自然也听得出来，面上激动不已。他这船18米，一般出海一趟都会作业个3、4天的，有时别说出海一趟，就是1个月也难得抱一次网。结果今天这是要连抱2网的节奏啊！林浩帮着阿雪开始收拾吃剩的残渣。阿浩，这些虾壳怎么弄？到海里就行，这些可以喂鱼的。收拾干净后，将锅放在一堆厨具旁，撕开士力架，3、2口吃完，他也站到了船尾，想看看这一网能有啥。爆网，又爆网了！收网的船工看到网兜，忍不住惊呼：“快点，绳子把网头挑一下，挂到吊臂上。”潘元兴催促着大家动作加快，网兜只要还飘在水里，这一网鱼就还不算是自己的，只有掉到甲板上才能说万无一失。林浩看了一眼网兜鼓起的体积，微一点头，看上去比上一网要多一些，差不多3吨的样子，就是不知道是啥货。今天原本是82点幸运值，鹰爪虾消耗了17点，这一网上来后，系统的幸运值又掉了21点，等于说现在还剩下44点，说明下一网应该还有好货才对。我来。李刚摩拳擦掌：“你就是天选之子，上一网你解的就是好货，这一网还是你来。”哈哈哈，我是天选之子，给我来一网好鱼。随着声落，网兜也被拉开。随着渔获掉落，这次甲板上的欢呼声更响了，因为这次的不是非主流的虾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鱼，而且都是大鱼，普遍都在5、6斤一尾，在甲板上跳来跳去，非常的壮观。哈哈，鳕鱼，全是鳕鱼。其中一个船工边笑边大声的道：“呀，这鱼好吃，特别是鱼腩部分，非常的嫩。”这鱼林浩倒是认识，上次去阿拉斯加跟着肯特的船捕鲑鱼时，偶尔也见过这种鱼，但与现在捕上来的有细微的不同。他拿起一尾，打开系统。鳕鱼的品种不少，但业界只认可的只有3种：太平洋鳕鱼、大西洋鳕鱼还有格陵兰鳕鱼。这3种被称为真鳕鱼，因为这3种鳕鱼味道最好，价值最高。对于其他品种在称呼时，通常不会冠以鳕鱼之名，比如黑线鳕鱼、黄鳕、蓝鳕，它们虽然都属于鳕形目里的鱼，但并不属于鳕鱼属，所以只能算是鳕鱼的近亲。系统科普：这次他们捕上来的属于大西洋鳕鱼，稍微有一些变异，但口感上与大西洋鳕别无二致。其肉低脂肪、高蛋白、刺少，除了具备一定的食疗效果外，还是老少皆宜的美食佳品。大西洋鳕是冷水系巨群鱼类，通常寿命可达7年，最大的能长到2米长，体重可达100-200斤。但这一网的个头很平均，偶尔看到的大个头也才10斤左右。系统给的估值是22元1斤。林浩也问了潘元兴，对方说现在大概能卖到25块1斤，价格也还不错的。林浩也发现一个事实，就是北方的海鲜价格普遍要低于他老家，可能跟本地的消费习惯有关。这一网很干净，连垃圾都很少，3吨左右实打实的都是鱼。今天也是齐了，连爆2网。今天老潘亏大了，要是不包船，今天这2网就20多万了，说不准就是客人带来的好运呢。
就老潘那苦瓜脸，还不定能捕到啥。客人大方，说给老潘1成的提成也不错了，有个2、3万块呢。老潘也说给我们奖励，不知道能有多少。老潘人还不错，我估计一人3、500的少不了。几个船工在那议论，虽然声音很小，但林浩还是听了个大概。而此刻的老潘已经回了舵舱，按照林浩早先的安排，开始转舵往东。这回他也平复了心情，开始考虑今天的情况。最终他将好运归结在新换的网上，肯定是这样，换了新网，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收获。几个客人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主，到时说不准能把这条网留给自己，想想就更美了。犹豫了一下，他还是让人替换着开船。他来到了林浩的面前，试探地问道：阿浩，这网你们带着也不方便，你花了多少钱？要不我买下来。满心期望着大方的林浩一挥手说不要钱送给他，结果林浩含笑看了他一眼，缓缓摇头。潘哥，网的主意你就别打了，这网我要收回。开玩笑，这是自己花几千功勋值买的，可不能随意丢了。扭头看向李刚，刚子，你帮下忙，等回去安排人帮我收一下，想办法给我走物流，发回我老家。李刚点头，看向潘元兴，老潘，这网是我兄弟买的，这网连报了2网，可是张好网，你就别想了。这样吧，等回去我买张网就当是赞助你了。潘元兴原本还有点郁闷，听得此话顿时喜笑颜开。不管怎么说，又赚了一张新网。船开始往南，林浩则和陈雪在船头闲聊。这次李刚还有点眼力劲，并没有走。